这些反恐特警是真牛逼，因为要抓捕一名躲在18楼的罪犯。第20小组一大早就做起了有氧运动，这次目标是一个超奇葩的屌丝男士，他绑架了单位所有同事，原因竟是因为这些人在背后嚼舌根，嘲笑他被同一个女人拒绝了3次。没错，就为了这点逼事儿，他要惩戒这群事儿逼。但这会儿第20小组也没闲着，先是探测镜，然后是定向爆破炸弹，接着只需要在特警们靠近玻璃之前引爆炸弹，一场完美的突袭就成功了。考虑到屌丝男士只是一时冲动，所以暂且留了他一条小命。其实屌丝男只是个小插曲，接下来要发生的案件才是真的超级奇葩。自从美国加州大麻合法化后，药店就变成了年轻人的天堂，但同时也成了劫匪们打卡抢劫的网红景点。因为这种药店从来都不缺少现金，劫匪每次来都是满载而归。可偏偏今天这家让他们失望了，盒子里只有几百块，售货员又不知道保险箱密码，所以3名劫匪准备转战下一家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刚才那3名年轻人打算见义勇为，明明说好了3个人一人搞定一个，可看到兄弟们上了，这个小老弟竟然双腿不听使唤，愣在了原地。当然啦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被摘掉头盔的劫匪彻底怒了。毕竟江湖规矩，只要看到劫匪的脸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腾出手来的劫匪干掉了2个搞不清状况的莽夫，但轮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却手软了。咱就说你都杀俩了，还差这一个吗？劫匪可能是看在这小子服软的份上饶过了他，殊不知已经留下了后患。直到几分钟后，反恐特警组接手了犯罪现场，劫匪急于逃命，留下了一把改装过的霰弹枪，而且他们穿的是摩托车手服装，逃跑工具也是赛季摩托车。刚好队员小谭有一个线人是改装摩托车的。说起这个女线人就有意思了，小谭当初能够破获大案晋升到反恐特警组，那都是人家的功劳，而且俩人之间的关系很不一般哦。但当艾丽3年后再次见到这个负心汉时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因为警队有规定，不能和线人之间扯上男女关系，所以当时小谭为了能留在特警组，选择了离开艾丽。偏偏这个时候又找人家来帮忙，艾丽当然不会给他好脸色了，但谁让小谭脸皮够厚呢？在死缠烂打之下，艾丽总算答应帮忙打听那3个劫匪的线索，前提是只和小谭的同事沟通，毕竟人家还生着他气呢。通过那名侥幸活下来的年轻人提供的画像，艾丽认出了这名劫匪，因为不久前他带着表弟和女朋友来改装过摩托车，而且他们在圈里也小有名气，还参加过越野巡回比赛。 Dan and I owe you one. Yeah, but who's counting, right? 虽然有了这3个劫匪的信息，但还是不知道他们藏在哪里。与此同时，帮他们改装霰弹枪的人也找到了，而且这家伙是老手，家里门窗都经过加固，硬来太麻烦了。毕竟头铁的特警组偶尔也需要智取一下嘛。克里斯以新搬来邻居的身份上门钓鱼，假装快递员送错房间号，将包裹放在了男人的门口，其他队员则埋伏在外面，只要嫌犯敢露头，那绝对成了小趴菜一个。这家伙只负责改装武器，从来不打听人家干啥用，毕竟这是道上的规矩。但除了那3把霰弹枪以外，还有1把电击刺枪，这玩意儿是用来解除电网护栏用的。可上次被抢的药店并没有安装电网，所以接下来他们应该还会作案。眼下不知道劫匪的确切行动，队员们也只能严阵以待了。但到了晚上，小谭坐不住了，这前女友不见还好，见过后小谭越发觉得自己亏欠于艾丽，于是就想着怎么补偿一下。夜深人静，孤男寡女的，聊着聊着俩人就进入了正题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熟睡中的艾丽突然被一条手机短信叫醒，原来是她昨晚托朋友查到了那3个劫匪要抢劫的目标，这会儿他们已经朝着那家药店去了。艾丽不紧不慢地把话说完，可小谭听后立马就要提裤子走人。 It's like you're not even here anymore. And neither am I. There are only so many of those in the South Bay. I gotta call Deacon. Well, bye then. I'm gonna finish this case, and then I'm gonna make up for the last 3 years, okay? 艾丽的一番话意味深长，但小谭的脑子里只想着抓坏人，却忽略了艾丽真正的想法。另一边，劫匪已经解除掉电网，完成了抢劫。本以为干完这一票就能远走高飞了，可偏偏这时候反恐特警组出现，驾驶着黑色贝蒂一路围追堵截。迪肯率先开枪击中了一个，自己放倒的当然要自己来搞定了。接着吉米骑上了劫匪的小摩托，配合着队员们将其余2人堵进了小胡同。结果这俩憨憨自投罗网了。 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，因为劫匪先前已经打劫了10几家药店，赃款将近20万。可眼下劫匪也傻眼了，明明钱就藏在了地板下面，现在却不翼而飞了。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洗劫了他们。小谭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等他火急火燎地赶到艾丽的住处时，人早已经不见了，只给他留下了一封信。 When I saw you get up and go, made me realize that nothing's ever going to change. Saw a chance for some seed money and a new start, so this time I'm ditching you. 小谭哥这次被伤的不轻呀，估计要郁闷很久喽。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